看一下有没有直播画面，能不能听到声音？有 OK， 声音有没有？你确认一下有没有声音？声音也有吗？声音好 ，OK。那你今天那个道具有准备吗？啊？之前上礼拜跟上个礼拜他们都有做好了，就用上礼拜就好，没关系啊，你要弄也可以啦。你应该直接跟他们拿。什么？好。
好，来各位同学，我们时间到了哈，我们可以开始上课。好，那首先一样，先请线上的同学扫一下这个 QR code。好，那就是问答，线上的同学的问答，我们就是透过 Slido 进行。好，所以给大家10秒钟。好，那扫的同时呢，一样哈，我们本周一样会有，我们每周都会有抽奖活动，本周也会有哈。那再描述一次，如果线上的同学或者现场今天来的同学没有走过这个程序的话，就是说我们总共呢，成大的现场的同学会抽出6位，然后线上的同学会抽出5位。所以总共会有11位同学可以获得算力，好，那但这11位里面呢，只有1位会抽到最大奖，就是1500块的额度，那剩下来10位呢，就是300块的额度，好，那我们在上礼拜跟上上礼拜呢，都有这样子正确的这个操作过，现场的成大的同学基本上，反正等一下会发号码牌，然后我们到时候就随机抽出5位。线上的同学呢，就是我们会有一个线上的 Google Form， 那你只要填对你的个人资料，还有你的这个通关密语我们在上课的时候会随机乱讲一组号码，你就要记起来2组事实上那2组都对的话呢，你才能够去抽奖这样子。好，然后所以我们过去2周都已经有这样实施过了。我们上周的最大奖呢，是一位成大的同学抽到的上周是这样。在上一周呢，最大奖是中央大学的同学抽到的好，那这是第一个部分。第二个部分呢，我们要来看一下，今天大家要交第2个作业，对不对？好，所以呢，第一块呢，就是说我们要跟大家提醒今天晚上12点之前，你要交你的第2个作业。好，那这没什么好说的，基本就是要交作业就对了啦。好，那我们同时呢，也会公告第3个作业。OK， 好，那第3个作业是什么呢？第3个作业就跟第1个作业一样。好，我们的目的呢，就是说，大家第一个作业你已经 propose 你要做什么了嘛？然后呢，我就假设你就真的开始下去做了。所以说第3个作业其实就是我们要来看你做的进度怎么样。OK， 好，那所以呢，你在第3个作业基本上也是要写一个书面报告。这个书面报告呢，就是 based on 你第1个作业，你不是已经有缴交一个书面报告了吗？你就根据同一份文件继续往下写，把它的内容写得更丰富。好，那我们这里有为了我们方便批改麻烦请把你新增或修改的地方用蓝色字体表示。OK， 那我们助教在改的时候就可以很清楚知道说你的第3个作业跟你的第1个作业差多少。OK， 好，那你要写什么呢？就一样还是这些你的 title 啦，你的 team member 是谁啦，记得要有这个固定的格式，学号、学校、中文姓名然后你的这个 abstract、introduction、method、experiment 跟 reference 全部都一样，都跟第1个作业一样。所以你其实你就是按照之前的那个格式继续往下写就对了。但是很重要的一个点是，我们这次着重的点会不同，因为我们假设第3个作业的目的就是要大家你要做嘛，那你要有一定程度的进度，所以呢，我们的分数的比重，我们放最重的会是 method 这里，你的方法是什么？你如果回去对照一下作业1，作业1我们着重的是你的 introduction 是分数是多，那个 introduction 所占的分数会最高，因为当时你才一开始嘛。
好，那你怎么去规划？但是到了作业3，我就要看你真正用什么方法来做了。OK， 所以 introduction 这里，你当然你还是可以更改，你还是可以增加，但是这里所占的分数的比例就低了。我主要是会看你的方法的这个部分。OK， 好，那缴交的格式一样是交一个 PDF 档，然后呢，档名设定就是 Homework 3，然后分组编号。这个分组编号就跟你在作业1的时候的分组编号会一样。那一样就是这个同样的，我们之前讲的这个格式，然后呢，缴交期限是10月30，2个礼拜以后的半夜12点。OK， 好，那这个就是作业3。好，那这边要补充一个点，这个分组编号的这个档案呢，我想有交作业1的人都有填过嘛，好，就是这个档案，对吧？好。这个档案呢，目前已经不允许你再进行编辑或者写入了。主要一个原因是在上周4，我发现我们这整个档案内容全部不见了，被删掉了。因为原本是开放给所有知道这一个网址的人都可以进行编辑的嘛，整个画面全部不见。OK， 那事实上，在上个礼拜，我们的作业1也老早就已经 deadline 早就已经过了嘛。好，那既然如此呢，还好我们这是一个云端的档案，我们就给它回复成前一个版本，然后我就把这个权限我就锁住，变成唯读，就是只能够读。OK， 所以关于这个你已经填写的这些组别，我知道一定会有同学问说，老师，我当时在作业1写的题目，我到了我还真的下去做，发现太难做，或者说我本来想说要用 A 这个方法来做，我后来改成用 B 这个方法来做，所以我题目要稍微改一下，行不行？可以的，作业3可以让你改题目作业3可以让你改题目，但是因为我现在已经变成唯读的，只能够 read only 的模式，所以呢，一旦你想要改题目，或者是更动组员，或者怎么样，请直接 email 到我们的助教的 email account， 我们助教 email account 应该都有公布吧？有没有？应该有吧？都在 NTU Core 上面应该有公布。OK， 好，所以呢，我们就不会让大家随意的再上去这里随便改你的东西，这样。好，那这是正常状况。我现在要来讲一下不正常的状况。不正常的状况就是说，我在上周4晚上把这个档案权限变成是 read only 之后呢，就陆续大概有4、5组同学，4、5个同学 email 来说老师啊，我之前这个因为 NTU Core 的账号一直 email 没有收到，或者是说我 NTU Core 我不熟悉，所以说我没有填到组别，你可不可以让我填组别？我可不可以让我作业1补交？你知道这整个逻辑就很奇怪。我是在上周4晚上才把它变成 read only， 而上周4我作业1老早就已经结束啦，对不对？我上周4就要大家讲作业1了，你怎么到上周4还没有填分组的编号呢？那你肯定你作业1是没交嘛？那没交就是没交了，所以我就回复同学说不能补交。不能补交，而且重点是什么？重点是你填这个线上分组的名单，跟你有没有进到 NTU Core 没有关系。为什么没有关系？因为我老早就说过了嘛，我线上上课上这么多次，我在前几次我是不是一直有跟大家讲说，你没有收到 NTU Core 信的人，你是不是就直接到我成大职工朱威达的个人网页？底下就会有这个课程的网页，包含我的作业是怎么规定，包含我的连结，我都有写在那个网页上面啊，所以跟 NTU Core 一点关系都没有。好，所以这些写信来问的，我觉得你要嘛就是你根本没有在上课，你没有在听我上课讲什么那你就没有要认真上课就算了嘛，对吧？好，那要么就是你连我的个人网页都找不到，那我觉得这完全不 make sense 这个是
修课的人是你，你要学分的人是你，你本来你就应该，哎，怎么都已经到了学期过了几个礼拜了，你怎么还在讲说什么这个东西不能填？作业一在哪里？啊，这个是学生自己的责任啊。那我们在学习一开始也都有跟大家说过，我们上课的人很多，所以呢，我能够给大家的弹性很少，因为这样子我才有办法管理。好，所以没有什么，什么什么，后来还要迟交，我都已经作业2都要 deadline 了，你还在交作业1，啊，是没有这件事情的，啊，这是不允许的。好，以上就是这样的说明。好，这是作业1、2、3。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哈。Slido 上面现在已经有一些问题了，我看一下，目前作业2缴交刚刚已经关闭。哦，可能时间有弄错，对吧？哦，可能是中午12点或者是晚上12点的问题。好，助教已经修正了。好 ，PDF 今晚写11点，今晚11点59，那为什么时间啊？这跟一样的事情了哈，这一样的事情，应该就是，好，这个就是这样。请问一下哦，中午12点到底是早上的12点还是下午的12点？你知道很讨厌 NTU Core 上面的设计，就是所谓的中午12点00分，好像是我搞不清楚啊。好，那干脆我们 deadline 好，反正我们已经解决了哈。那我们下次要注意就是了。它有点讨厌，在英文里面，中午12点好像叫做11:200 PM 吗？我有点忘记。好，大家讲的都是同一个问题嘛？啊，就是时间上的问题。作业好，已经都改掉了。好，谢谢。那现场有没有同学有问题？好，没有的话，我们就开始上课。好。好，好，来，那一开始呢，我们先很快的复习一下。我们这一章呢，在讲的是 probability inference over time，也就是说，我们想要去描述，会随着我们的世界的状态，会随着时间的变动进行它的一些状态会进行变动。好，那在这样的 temporal model 里面的 inference 呢，通常我们主要会解决4种问题。几种问题了哈。第一种问题呢，叫做 filtering，也就是说呢，我如果已经告诉你从一开始到时间点 t 的这些 evidence 的话，那我要你去预估第 t 这个时间点的状态，这个状态的几率。所以再回顾一下，我们上次讲到这个，你是在地下室上班的一个警卫。OK， 你每天能够观察到的东西，就是你的主管来上班的时候，到地下室来上班的时候，他有没有带伞，对不对？好，然后这个，所以你观察到的 evidence 就是他有没有带伞。OK， 那 state 呢，就是外面的天气是有没有下雨。OK， 所以你根据过去1到 t 这些时间点。过去这礼拜1到礼拜4，主管有没有带伞的状况，来去预估今天，假设今天是 t， 今天外面有没有下雨？这个问题叫做 filtering。那 prediction 呢，就是说我告诉你礼拜1到礼拜4，主管带伞不带伞带伞，这是你观察到的，你观察到这些，那我要你去预估礼拜6下雨跟不下雨的几率。所以这件事情就叫做 prediction。所以外面的天气形态就是 state， 我们这里称为是 x。好，那 smoothing 呢？ smoothing 就是说我告诉你，礼拜1到礼拜4，主管是带伞不带伞带伞。那 k 这一天，其中 k 呢是介于0到 t 之间也就是说，比如说
我告诉你，星期一到星期四，你观察到主管带伞的状况，我要你去推估星期二外面下雨跟不下雨的几率，这件事情叫做 smoothing。OK， 好，那再来呢 ，most likely explanation 啊，或者叫 most likely state sequence， 意思就是说，我告诉你，不是你观察到，应该讲你可以观察得到，过去4天是带伞、带伞、不带伞、带伞。好，那请问呢？过去这4天，你是天气形态最有可能的天气形态的序列是什么 ？OK， 那直觉来讲，我们就会觉得说，大概就是下雨、下雨、不下雨、下雨吧，对不对？好，那当然也有可能啊，当然也有可能是连续4天都下雨。好，那只是主管呢，在第3天的时候忘记带伞了，所以就变成带伞、带伞、不带伞、带伞。可是说不定4天都下雨哦，也有可能4天都不下雨哦，也有可能只有第1天下雨，其他3天都不下雨哦，都有可能。那其中最有可能的序列是哪一个？这个就是 most likely explanation 的问题。好，那最后一个问题就是 learning。好，刚刚前面的这几个filtering、smoothing、prediction most likely 这些，全部都是我假设我都已经知道这中间的 transition probability、transition model、sensor model，这个我都已经知道，我知道它里面的几率了。那我如何有效率的来进行这些几率的计算？但是 learning 这里就不一样 ，learning 是说我要如何自动的去学会，去预估出里面的这些 transition model 的几率 ，sensor model 的几率啊，这就是 learning 这样子。好，那我们上次呢，我们很快的介绍一下 filtering 怎么做。我们这里就快速讲了哈。简单来讲就是说，假设我告诉你，礼拜1到礼拜4啊，假设今天T+1礼拜5好了，你观察到礼拜1到礼拜5主管带不带伞的状况，好，它整个的序列。带伞、带伞、不带伞、带伞、带伞，好，假设这样好了。那你要去预估礼拜5的天气是下雨或不下雨的几率。我们希望把这个问题呢描写成什么？描写成我今天我从礼拜1看到礼拜5，然后呢，我要去预估礼拜5的天气情况。那我想要把这个问题变成是一个 recursive form， 就是说我要预估到礼拜5嘛。那其实礼拜4跟礼拜5差别就在于说，我在礼拜5多看了1天的 evidence 嘛，所以我可不可以把这个问题表达成，我当时从礼拜1看到礼拜4的时候，我已经曾经预估过礼拜4的这个状态的几率了。那我唯一差别在于，我多看了一个礼拜5的 evidence 嘛，我可不可以把这个几率描写成，它可以由一个函式来计算而得，而这个函式呢，它所需要吃的 input， 一个就是我本来在上一个时刻，在礼拜1到礼拜4的这个时刻，我曾经做过一模一样的事情，我把那个几率直接拿来用，然后呢，我再多了一个我礼拜5看到的 evidence， 我把它丢到某一个方程里面去，那我就可以得到礼拜5的这个新的几率。好，所以希望能够等于说一个时间段一个时间段，每一个时间段都可以 depends on 上一个时间段的预估的结果，然后再加上一个新的 evidence 就好。那这样的好处是什么？好处是常常这个世界的演变都是我 T 从1开始，然后再算出2的，再算出3的，再算出4的嘛。所以其实当我要去做到一个现今这个时间点的几率的预估的时候，我想要多多善用我过去已经计算过的几率，我已经花过的功夫，我不想要重新计算，这样好，这个就是主要的逻辑。好，那简单来讲呢，这我们上周都推导过了，经过一番推导，这个几率呢，这个 filtering 这个几率呢，可以写成正比于这个几率就这样。好，那正比于这3个几率相乘，而这3个分别是什么呢？第一个几率就是 sensor model 已知了，这个几率已知。中间的这个几率是什么？
transition model 也已知。好，最后面这个几率是什么？这个就是礼拜一到礼拜四我看到的4个 evidence， 我预估的礼拜四的天气形态。那这不就完成了我要的东西吗？就是我可以我礼拜五的这个几率呢，我可以根据前面礼拜四的几率，然后再去做一些处理，再去做一些乘法啊、加法啊，我就得到我礼拜五的几率啦。所以这个 equation 这个 formulation 就符合这个情况。好，所以 filtering 呢，就是利用这样的方法来进行有效的求解。好，那这个我们就不再走一次了。那 prediction 呢，事实上呢，在刚刚去推估这个 filtering 的这个过程当中，就其中已经有一步是在做 prediction 的。所以同时呢，我们也都知道说 prediction 可以怎么做。好，再来第二个大问题是 smoothing。smoothing 就是回顾一下，就是我告诉你礼拜一到礼拜四你观察到带伞、带伞、不带伞、带伞，那我要你去推估，比如说礼拜二外面是下雨跟不下雨的几率。好，那这里其实招式一样啦，我就是把我的 evidence 分2块先从时间一开头到星期二为止，然后呢，以及星期三一直到今天为止，我把 evidence 分2块，然后呢就进行一些推导。推导完之后呢，我就发现说，我也是希望把这一个几率的计算呢，变成是 recursive 的形式。好，那经过这一番推导之后，我们就发现说，它最后变成是这2个几率相乘。其中第一个几率，你仔细看，这是什么意思？这个就是我告诉你，礼拜一跟礼拜二带伞的 evidence。在这样的情况之下，礼拜二是下雨或不下雨的几率嘛，所以这个就是 filtering 的那个几率所以它这里写成 F。那后面这个呢？后面这是什么？这个后面这个是给定礼拜二的天气形态假设礼拜二可能是下雨好了，礼拜二下雨的情况之下，你的礼拜三跟礼拜四是带伞跟不带伞的几率嘛？那当然也有可能，我礼拜二不下雨的情况之下，我礼拜三跟礼拜四带伞跟不带伞的几率。好，那这个东西其实就是在 smoothing 这里主要要解决的这个几率。好，那这个几率它事实上呢，又希望把它写成是一个 recursive 的形式，所以这个几率呢，经过一番推导，又长成这样。那这样你仔细看，最右边我们现在已经知道了，最右边这是什么几率？就是 transition model 嘛。然后呢，最左边这个是什么？这是 sensor model 嘛，对不对？中间这个是什么？中间这个就是跟这个形式是一样的形式嘛。所以这里又变成是一个 recursive 的形式。那这个 recursive 形式比较像是说我从时间最尾端一路往回推回来的那样子的一个 recursive 形式。那它就称呼是所谓的 backward message， 就这样。好，那这个就是 smoothing。好，那我们上次呢就走完了 smoothing 这边的这个介绍。好，那所以很快的复习完之后呢，我们现在要来讲下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要去找到 most likely sequence。OK， 好，那OK， 假设呢，现在连续5天你观察到的带伞的状况是带伞、带伞、不带伞、带伞、带伞这样子。好，请问礼拜一到礼拜五这5天连续5天，主管带伞的状况是这样的话，它最有可能的天气形态是什么？你仔细想，事实上呢，这有多少种可能性呢？有2的5次方这么多种可能性，因为每天都有可能是下雨跟不下雨嘛，对不对？所以每天有2种状况，那我连续5天我就会有2的5次方这么多种可能。所以有没有可能连续5天都下雨？有可能啊，连续5天都下雨，那我的主管是
带闪带闪不带闪带闪带闪，有可能啊，也有可能是连续5天都不下雨，也可能前2天下雨，后3天不下雨，也有可能是下不下下不下下之类都有可能。好，那我们现在的问题是，当然了，你有一种办法啦，你干脆呢，你就把这2的5次方这32种排列组合，每一种组合你都去带入transition probability、sensor probability 去把那个几率算出来，好，就暴力计算，把32种可能性的几率全部都列出来，然后挑出几率最高那一个，可以，这就是一种解法啊。但这种解法呢，当你的序列很长的时候，你的 complexity 就很高嘛。所以我们这里讲的都是说，我们要如何有效的来找到 most likely sequence 啊。好，那我们可以这么想，我们可以利用我们刚刚学会的 smoothing。Use smoothing to find a posterior distribution for the weather at each time step。我们刚学会了嘛？我告诉你星期1到星期5的带闪的状况，那我可以去预估回推，星期1是下雨不下雨的几率，星期2下雨不下雨的几率，星期3下雨不下雨的几率嘛，对不对？所以你可以用 smoothing， 每一个时间点，你就是用smoothing 来算出对应的这个事后几率。好，所以概念上呢，这整个问题可以描述成底下像这一张图。好，这张图就是说，这是从左到右是5天，5个时间点，每一天都有可能是下雨不下雨，下雨不下雨这样子。好，那我们的带闪的状况呢，就是带闪带闪不带闪，带闪带闪。OK， 好。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么看，那你今天你会观察到主管是这样子的行为，有可能是你是走最上面这一条路 ，true tr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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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rue， 也就是5天都下雨，也有可能是 true false true true false， 也有可能造成带闪带闪不带闪带闪带闪都有可能。好，那。所以说，我们现在要如何有效率的来解这个问题？好，那我们可以把它想象成说 ，the task of finding the most likely path through this graph， 在这一张图上面找到一个最有可能导致这样子的 evidence 的一条路径。好 ，the likelihood of any path is the product of transition probability along the path and the probability of the given observation。你任何的某一条路径发生的几率有多高呢？怎么算？其实就是，比如说，假设你今天要算 tr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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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几率，那其实就是什么？在第一天它是下雨的几率乘上我第一天下雨，第2天也下雨的这个 transition probability， 再乘上我第2天是下雨，然后我应该说，重讲一次，我第一天是下雨的几率，再乘上我第1天是下雨，而且我带伞的几率，然后呢，再乘上我第1天是下雨，第2天也下雨的几率。好，我第1天下雨，第2天也下雨的这个 transition probability。再乘上我第2天是下雨，我第2天是带伞的几率，这是 sensor model。然后呢，再乘上什么？我第2天下雨，第3天也下雨的这个 transition probability。再乘上我第3天下雨，而第3天不带伞的几率是 sensor model。啊，以此类推。好，你每一条路径你都可以算出一个几率，这样子。好。那但是这样子做实在是没有效率。好，所以我们现在的想法是这样。我们假设先来看最后一天，好，会在最后一天是下雨。你之所以在这个 graph 上面啊，你会在这里最后一天你会在这里停止，是有什么？怎么可能会在这里停呢？有可能是因为在第4天的时候下雨，然后我走到这里来。也有可能是我第4天不下雨，我走到这里来，对不对？好，所以呢，他这里的想法是，我会在第5天走到
下雨的这个 node 的最有可能的几率，其实来自于我在第4天走到下雨的最有可能的那条轨迹，再乘上我第4天是下雨，第5天也下雨的那个 transition probability。还有，我会重讲一次哦，就是我会走到这里，是因为我要么从这里走过来，要么从这里走过来嘛。好，那所以我要 care 的事情是，那当时在第4天会走到这里的最有可能的路径，我只要再乘上这个 transition probability， 就变成是我如果前一天从这里会走到这里的最有可能的路径的几率是多少 ？OK， 然后如果是从这里走过来呢，我 care 的事情是，从前几天我不管怎么走，反正我到第4天我走到 false 这个 node， 然后呢，我要再乘上这个 transition probability， 我在第5天我就会走到 true 这个 node 嘛，对不对？所以呢，我会从这个点走过来的最有可能的路径的几率，就是前面不管怎么走到这里的最大几率，再乘上这个 transition probability， 就是我从这里走过来的几率。然后那所以等于说我就算完了什么？我就算完了从这一条路过来的最有可能的几率，以及从这条路过来的最有可能的几率。那我在2条看哪一个几率比较高嘛？那我就知道是哪一个，我是从哪边走过来的。OK， 好，所以大家隐然又感觉得出来，它有一个企图，就是什么？我从礼拜1到礼拜5，我今天我要去算我礼拜5，我最后会停在下雨这个 node 的几率啊，要 depends on 我前面4天的最有可能的路径。以此类推，我假设我现在是在第4天，我第4天最有可能走到下雨的那个 node 的最有可能的路径 depends on 我前3天的最有可能的路径。好，就是这样的一个想法。好，所以说呢 ，again， 它又是一个 recursive 的 relationship。好，数学上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要求的其实是这个，就是给定我看了这个 evidence 1到 t+1， 那么我的 state 是从 S1、S2 一直到 ST 一直到 XT+1， 其中我前面的 t 天啊，会让这个几率最大的是前面这 t 天最有可能是什么样子的小 x1 到小 xt， 会让这整个几率最大。这样 OK 吗？好，翻译成白话的意思就是说，我观察到主管是带伞带伞不带带伞带伞，我观察到的 evidence 是这样。然后呢，我现在要来算第5天是下雨，会停在下雨这个 state 的情况之下，请问前4天最有可能的天气变化是什么？就是 x1 到 xt， 就是前4天的天气变化。那当然我也可以算说，给定这样子带伞的行为，我第5天是不下雨的这个 node， 而前4天最有可能怎么走会走到我第5天是不下雨的，这样。好，数学上就这样表达。好了，那这一个呢，你如果要进行推导，你会发现啊，这件事情一样，我们就是现在应该已经很熟了，我们大概就会怎么弄？就是你仔细看一下，这个东西很像是这个 equation 15.5， 当时在讲 filtering 的时候，你可以用贝氏定理反转一下，你就可以整理成这样啊，变成是它正比于什么呢？这个几率乘上 maxima 这个几率。好，你把这个式子去跟底下这个式子对应一下，你就会发现其实很像哦。第一个几率是什么 ？sensor model 的几率已经知道了。中间这个几率是什么
transition model 的几率。最右边这个是什么？就是又是一模一样这个形式，有没有？只不过呢，它这里是 max。好，如果硬要把 equation 15.11用白话讲一次的话，它的意思是什么呢？这句子会讲很长哦。给定星期一到星期五主管带伞不带伞的状况之下，礼拜五是下雨，而前4天最有可能的天气形态变化，最有可能的 state 是这个几率怎么算呢？这个几率就等于是我告诉你星期一到星期四带伞的情况，然后呢，我这4天的最有可能的天气形态的几率乘上我从第4天跳到第5天，第4天是下雨，第5天也是下雨的几率，或者第4天是不下雨，第5天是下雨的几率，再乘上给定你现在是第5天，然后呢，你看到你的主管带伞的几率。好，所以这个就是前一刻的最佳的路径的几率，乘上你从那个路径跳过来的几率，再乘上你跳来这个 node 之后，你观察到主管带伞的几率。OK 吗？好，第一次听不太好理解，如果从这个图来看，就是说我要去看会走到这个 node 的最佳路径的几率怎么算呢？就是你在第4天会走到这个 node 的最佳几率，乘上你从这个 node 跳来这个 node 的几率，再乘上你走到这个 node 你观察到它带伞的几率。那也有可能是你走到这个 node， 有可能是来自于这里啊，这里你走到这个 node 的最高的几率乘上这个 transition probability， 再乘上你走到这个 node 你会观察到它带伞的几率。太惨了，2只麦克风没电。OK， 好，所以这个就是 most likely sequence 的这个formulation。好，所以仔细看呢，这个形式啊，长得跟这个形式超像的。好，那我们只差别在于说，我原本的 forward message 是长这个样子嘛，现在变成是长这个样子。就是如果你把这个 max 盖起来的话，这里长得就跟上面这个很像嘛。好，那你现在是 maximize x1 到x1.1，我把这个东西称为是 m 这个 message， 它一样是一个 recursive 的一个变动啊。那你如果比对 equation 15.5 跟 15.11， 你就会发现它们之间的差别在于什么？在于在 equation 15.5 这里啊，它这里是 summation 相加，几率相加，而这里呢不是几率相加，是取最大几率，它走的路径都是一样。啊，在 most likely sequence 这边，它是每一个时间点，我每一个时间，比如说这个时间点，我要求的是我会走到这个 node 的最大几率，以及我会走到这个 node 的最大几率。到了这个时间点，我要算的是走到这个 node 的最大几率跟走到这个 node 的最大几率。但是如果是 forward 的话，我要算的是什么？我到这个时间点，我走到这个 node 的总几率，然后呢，以及我走到这个 node 的总几率，这就是 forward message 跟现在的这个 most likely 的这个 message 的最主要的差别。好 ，OK， 好呀，所以说呢，他这里就讲到说 ，computing the most likely sequence 呢，跟 filter 很像。好，那 computing the end message at each time step。The progress of this computation is shown in Figure 15.5b 在哪里啊？这个好，这个就有类似像说，比如说我们这样来看，在这个
地方，在时间点第3个时间点，其实会走到他这一天是没带伞嘛，好，没带伞在这里，好，你之所以在第3天会没带伞的最有可能的路径是什么呢？就是0.8182变成0.95155，再从这里走过来0.1237，这是最有可能的路径。到第3天为止，假设你看到第3天为止是这样，好，那你看到第5天呢？也就是说，你看完了带伞、带伞、不带伞、带伞、带伞，你走到这个 node 的最有可能的路径是哪一个呢？那就看你会走到这个 node， 有可能是从这里来，有可能从这里来嘛？那就看一下嘛。这里的走到这里的最高几率是0.334，再乘上它，来发现其实是从这里过来的几率最高。好，那这里呢？当时在第4天会走到这里的最高几率是谁呢？我会走到，之所以会走到这里，我有可能是从这里过来，也有可能从这里过来。那我就看一下嘛。在第3天的时候，从走到这个 node 的最高几率是0.1237，那我再transition过来，是这样。好，所以我一路就这样子回追回去。好，所以你如果是 forward 的过程的话，你会发现第1天带伞，那我回推，我最有可能下雨，我下雨的几率是0.8182，好，然后呢，不下雨的几率0.1818。那我到第2天，我如果要取最大几率，那我当然是选择我从这个 node 出发嘛。我从这个 node， 我有可能是走到这里，我也有可能走到这里嘛。那我又看第2天带伞，那经过回推之后发现，如果第2天他带伞，那么我走到这里的几率是0.5155，我会从这里走到这里的几率0.0491啊，所以这个几率就是最高可能的几率路径。好，这样一路过来，好，那所以现在就一路回推回来嘛。所以以这个例子来讲，简单来讲就是说，如果你观察到你的主管他是带伞、带伞、不带伞、带伞、带伞的话，那么外面的天气形态最有可能的是什么呢？就是下雨、下雨。不下雨，下雨，下雨，这样讲了老半天，你会觉得这是废话吗？你不就是算那个几率？我也知道嘛，我看我的直觉就知道嘛。带伞，带伞，不带伞，带伞，带伞，最有可能当然就是下雨，下雨，不下雨，下雨，下雨嘛。我就讲一大堆废话，对不对？好，就是就是，所以事实上呢，这个整个几率推算出来是符合我们的直觉的，因为在我们的这种所谓的下雨的这个世界里面，我们是已经有界定好，如果外面下雨的话，主管带伞的几率是高很多，远比不带伞的几率高很多的所以基本上，因为你的主管是一个正常人，他有正常的在下雨就比较有很高的机会带伞，有这样的一个天生的一个属性，所以呢，它就符合我们人的直觉，就这样。好，那所以说呢 ，the optimal sequence is identified by following these four arrows backward from the best final states 好，那这个演算法呢，叫做 Viterbi algorithm。Viterbi algorithm 好，非常鼎鼎有名的一个Viterbi 当然是一个学者的名词鼎鼎有名的人Like a filtering algorithm, its time complexity is linear in t， 重点是它的 complexity 是低的，是线性的，就是你有大 T 这么多个时间点，它的 complexity 也是 big OT 因为它对于它的重点就在于说，我每一个时间、每一个时刻我就算到目前这个时刻为止的最佳路径的几率，到了下一个时刻，我只需要参考到前一个时刻的最佳路径，再乘上简单的transition probability 跟 sensor probability 就算完了，我就得到了下一个时刻的最佳路径的几率了。所以它可以一步一步非常简单的 linear in time
这个就是这个演算法最主要的精神。你就不用去算2的5次方这么多条 pass 的几率。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受到它厉害之处？OK， 好，那所以说就是这样子这就是 Viterbi algorithm。好了，那所以说呢，我们前面呢介绍过 filtering、smoothing、prediction， 然后现在讲 most likely sequence。这些问题其实就解决掉了 inference in time、inference over time 的这整个大的问题那这里呢就告诉大家说，事实上我们刚刚前面讲的这些东西，其实就是 hidden Markov model。hidden Markov model 的最重要的可以用来应用的处理的问题，就这些一个 hidden Markov model 就是一个 temporal probabilistic 的 model 那它的 state 呢可以表达成一个 single discrete random variable， 就像我们现在的 state variable 是什么？就是下雨或不下雨嘛。那它的真正的值就是 true 或者是 false 嘛，就是要么下雨，要么不下雨嘛。那所以它一个 state 就是一个 variable， 然后这个 variable 是 discrete 的是 discrete。The possible values of the variables are the possible states of the world 那在这个雨伞的这个例子里面呢，事实上 exactly 就是一个 hidden Markov model。我们也说过，那个画出来的那张图，其实也就是一个 Bayesian network 的意思嘛。这是一个贝氏网络嘛。事实上这个贝氏网络也就是一个隐藏式马可夫模型 hidden Markov model。exactly 就是所以我们上次说过说，我在读书的时候这个我去上李黎山院士的课，他 hidden Markov model 是上了1/3个学期。OK， 当然我们还没有讲后面的 learning 的部分但是前面的这一大段真的是数学看起来有点可怕但是它主要的精神，其实如果大家慢慢去品味的话，应该是你如果有听懂你就应该可以学到不少好，那我们可以讲另外一个 hidden Markov model 的一个应用那这个应用呢，之前也曾经出现过，就是这个假设呢，你现在在某一个楼层 ，OK， 那你有一个这个扫地机器人那这个楼层里面呢，这个灰色的区块其实就是墙壁或者是障碍物那白色的地方就是地板那你可以这个扫地机器人呢，可以在这边行走这样子那这个机器人呢，它有东西南北4个 sensor，OK， 它可以去 sense， 就是我东边有没有障碍物，我北边有没有障碍物，西边有没有障碍物，南边有没有障碍物，这样子，我们是这样的一个问题。那一开始的时候呢，这个机器人是在这个楼地板的哪位置，你不知道，所以我们现在能不能把这个问题呢 ，localization 的问题，描述成一个 hidden Markov model 可以解的问题？好，那首先做一个描述啦。我们可以走的地方就是这些 empty square， 这些空白的没有障碍物的地板。那先定义好，这个对于每一个地板来讲，它有它的 neighbors。neighbors 呢，指的就是我现在在这一块地板，那我东西南北可以走的，我可以走4个方向，东西南北。我这4个方向可以走的地板有几个？就是 n of s neighbors 就是我这个地板的邻居嘛。n of x 呢，就是我就是我的邻居这4个所以其实 n of x 就是4了好，敲钟了。好，那等一下，然后呢，我们要来定义一下这个 transition model。我们把这一块讲完再休息好了。transition model 它可以走上下左右4个方向嘛。那所以说呢，我现在我在 t 这个时间点，我在 i 这一块地砖，我在 t+1 这个时间点走到 j 这一块地砖，其中 j 呢是属于 i 的邻居。好，那我可以走，我会从 i 走到
J 的几率是多少呢 ？Ni 分之一啊，也就讲成白话的意思就是说，我现在这一块地砖有东西南北4个邻居，那我现在这块地砖，我走到右边这个地砖的几率呢，就1/4，北边这个地砖的几率呢，也是1/4，这样子。好，这个就是 transition probability。我会从 I 走到它的邻居 J 的几率呢，就 Ni 分之一。好，所以我定义好了，在这个世界里面的 transition probability。好，那事实上，如果今天你这整个楼地板呢有42块地砖，啊，理论上呢，你可以从某一块地砖走到任何一块其他地砖啊。好，所以其实你要 specify 这个 transition matrix 呢，理论上是总共42乘42，总共1764个 entry 啊。只不过我们都知道，在这个 transition matrix 里面的大部分里面的值都等于0啊，因为这个它一次只能移一块地砖嘛。啊，我不能够直接从我这块地砖直接移到最角落的那一块地砖，所以照理讲，我第 I 这一块地砖跟第 Z 那一块地砖的几率应该是等于0啊。好，但它姑且不管，反正我就用简单的 transition 的这个 model 的形式啊。好，那所以这个就是这整个世界的情况啦。好，所以呢，它也许在一开始呢，某一块地砖，我在某一块地砖。然后我去 sense 一下东西南北有没有障碍物。好，那比如说它在第一个时间点呢，就感应到说北边、南边跟西边有障碍物。那我可能在第二个时间点，我就走到我的邻居那边去，然后接下来我再继续 sense， 在下一个时间点，我再去 sense 一下东西南北，就发现呢北边跟南边有障碍物这样子。那我们现在就是要来推算，我最有可能在这个楼地板这边，我最有可能行走的路径，或者说我在某一个 T 时间点，我最有可能是在哪一块地砖上面，这样。好了，那现在呢，刚刚定义完了 transition model 嘛，现在换 sensor model。这个 sensor model 呢，有16个可能的值，为什么？因为东边的这个 sensor， 我可能会 sense 到有障碍或没障碍嘛。北边的这个 sensor 也是会 sense 到有障碍或没障碍嘛。好，所以我总共会有2的4次方，16种可能性，这是我可能 sense 到的可能性。这样，那现在再加一点点困难度。他说啊，我的每一个感测器呢，都有 epsilon 这么小的一个几率会sense 错误，就是说我也许比如说，东边明明没有障碍物，我却说它有障碍物，这样子就叫做感受错误。或者说呢，它明明有障碍物，我却说它没有障碍物，这样子也是感测错误。好，所以整体而言呢，我4个东西南北的感测器都对的几率是多少？就是1减 epsilon 的4次方嘛。都错的几率是多少 ？epsilon 的4次方嘛，对不对？好，那现在假设我现在在假设我在 T 这个时间点，我走到了第 I 这一块地砖，好，那我会 sense 到 ET 的几率是多少呢？好，那我们这里再多一个假设，就是说，假设我们令 DIT 代表的是在 T 这个时间点，在 I 这个地砖上，我真正感测到的障碍物的情况跟实际的状况中间的错误有几个，叫做 DIT， 所以呢，你在 T 这个时间点，在 I 这一块地砖，你会 sense 到 ET 的这样子的 sensor observation probability 呢，我们叫做大 OTII。好，它会是多少呢？就是1减 epsilon 的4减 d 次方乘上 epsilon 的 d 次方。好，为什么？因为 DIT 指的就是它错了几个嘛。好，那它假设错2个，那其实它错误的几率就是 epsilon 的平方嘛。它对的几率就是1减 epsilon 的4减2次方嘛。所以就是说我如果4个 sensor 里面有2个对2个错，那它的 sensor 的
这个 probability 是长这个样子。好，这个是我们为这个环境所定义的一个 sensor model， 这样。好，那所以说呢，你在一开始第一个时间点，你 sense 到 NSE 的几率，好，不对，就是说 the probability that the square with obstacle to the north and the south， 实际上在这个时间点，你是北边有障碍物，南边有障碍物，而你却感应到说北边、南边、东边有障碍物的这个几率是多少呢？就是1减 epsilon 的3次方乘上 epsilon 的1次方。好，因为有一个错了嘛，东边的这个错了，那所以 epsilon 的1次方，其他3个都对嘛，就1减 epsilon 的3次方。好，这个就是 sensor model， 好，或者 observation probability。好，所以呢，给定 transition probability 跟 observation probability， 我们就可以去计算任何的某一个 posterior distribution。好，比如说给定第一个时间点，我感应到的是 NSW， 然后呢，它是在 X1 是一个 random variable， 就是你目前是在这42块地砖里面的哪一块？但第一块的几率是多少？第二块几率多少？第三块几率多少？第四块几率多少？所以这里的 S1 可以等于1等于2等于3，一直到等于42，这样。好，所以这个就是第一个时间点的 filtering 问题嘛，对不对？好，那假设我告诉你2个时间点，第一个时间点呢，第1秒的时候呢，它感应到的是 NSW， 第2秒的时候呢，它感应到的是 NX。请问我在第2秒的时候，它在这个42块地砖的几率是多少？好，所以 X2 也可以等于 D， 也可以等于1，也可以等于2，也可以等于3。所以 X2 就是你第2个时间点你的 state 是怎么样？那每一个 state 都有42种可能的值，代表地砖的编号这样子。好，那所以其实这都在做，这是一个 filtering 的问题啊，对不对？我们现在已经学会 filtering 了嘛，这个也是一个 filtering 的问题嘛。好，那你可以用 filtering 来解这个问题，你也可以用 smoothing 来解这个问题嘛，你现在已经会了嘛。好，那你也可以用 Viterbi algorithm 来去找到说，假设你总共有10个时间点，第一个时间点是感应到的是 NSW， 第2个时间点是 NS， 第3个时间点又是 NX， 第4个时间点是 W， 第5个时间点 WS 之类的。好，整个汇集这10个时间点的你的感测器的结果，那你可以去推算出它最有可能是在这个楼地板里面，从几号地砖走到几号地砖，再走到几号地砖嘛。好，所以说以这个例子来讲，它能够看到的 evidence 是什么？这个机器人能够看到的 evidence 是什么？就是东西南北的障碍物的状况，就是它的 evidence。它的 state 是什么？它的 state 就是你是在这42块地砖里面的哪一块？对比于刚刚雨伞的例子，雨伞那个例子，你能够看到的 evidence 是什么？就是主管有带伞或没带伞。你看不到的 state 是什么？外面有下雨或没下雨。我们现在的 state 变成是我42块地砖的哪一块的意思啦。好，那底下呢有一个图来告诉你说你如果用这个Viterbi algorithm 去找到最有可能的路径的话，好，然后呢，你的感测器你的准确度，在不同感测器的准确度的情况之下，你观察了0个时间点到40个时间点，好，看左边这个图，你观察了40个时间点，0到40个时间点 ，Y 轴代表的是 location error， 就是你认为最有可能所在的那个地砖的位置，你的错误率。好，分别是这样。你的感测器呢，如果都对 epsilon 等于0的话，那其实呢，你的这个 localization error 很快，你只要看大概5个，不用大概到10个时间点，你大概就能够蛮准确的定位出你大概在哪里，大概误差只有1块地砖。好，然后这里的重点在于说，即使你的感测器很烂，
烂到有20% 的机会，它的感测都是错的。就算你这么烂的感测器，你如果看了40个时间点之后，你的 localization 的 error 也大概只有不到2块地砖的误差。这有听懂它的威力吗？你一个感测器有20% 的几率是感测错误的，就算这么烂，然后你有4个感测器，只要你观察的够久，累积的够久，事实上你最终还是有可能达到蛮不错的 localization 的效果。OK， 好，那右边这张图呢 ，X 轴一样是你看了多少个时间点 ，Y 轴代表的是你的 path accuracy， 就是我们不是要找 most likely sequence 嘛，就是你最有可能的行走的地砖的这个编号路径嘛。好，这里也告诉你，其实你的感测器，如果你的准确度在10% 0.1以下，其实你几乎这个效能都差不多啊，大概都已经准确度都是接近90% 啊。感测器很烂，你的准确度还是有60几%。好，所以这个就是 Hidden Markov Model 的这个威力。OK， 好，它可以根据你多看了新的 evidence 来去调整，然后逐步的来推高你预估的准确性。好了，那所以这里主要要讲的就是这件事情。那 Hidden Markov Model， 我们虽然说在这一章里面，我们介绍的是这种很简单的例子啊，但它其实最主要的大放异彩的应用，其实就是在语音辨识啊，因为我们说过嘛，语音辨识我们能够看得到了，语音辨识系统能够看得到的 evidence 就是你的声波。根据你的声波，它取出一堆 audio feature， 这些 audio feature 就是它的 evidence。可是你的辨识系统不知道你原先讲了哪些字，它不知道你讲了哪些字，所以我们讲 this is a book， 它其实并不知道说我先讲 this， 再讲 is， 再讲再讲 book， 是不知道的。好，那我的字典里面，比如说英文字典里面，假如2万字的字典。好，我第一个字出现某个字几率多少，第二个字出现某个几率多少，这个东西啊，包含 transition probability 跟我们的语言的文法有关，跟常用字有关。然后呢，我发的 this 这个字，比如说我发的 this， 跟另外一个同学发的 this， 跟另外男生女生发的 this， 它出来的 evidence 声音的特质都还不太一样，所以你发出同样都是 this 这个 state。你可以把它想象成语音辨识，就有点类似像这样，这个 This is a book。假设我的 state 就是 This is a book， 那你可以推算了 ，this 这个字，男生讲的 this， 它出来的 feature 跟女生讲的就不一样，老人、大人、小孩讲的 this 这个字的 feature 就不一样，所以同样是 this 这个 state， 你出来的这个 sensor model， 这个 observation probability。是会有所变动的。好，那当然了，这只是一个简化的讲法，在语音辨识里面，它其实不是说一个 state 代表一个单字的意思啊，它通常是更细部，是变成音节，比如说 this 连在一起才叫做，所以光 this 就个别就是3个不同的 state。它可能是很短的一个时间点。我去 check 一下它的音节是什么，它发生的符号，声音的符号是什么？这样，好，那这个就是为什么Hidden Markov Model 在1990年代，然后2000年初期也有非常大量的使用的关系。它其实一直到现在，即使已经有 Deep Learning 了，它在很多的领域都还是重要的这个几率模型。好，以上。我们先来看一下有没有什么 slide 上面的问题。这个问题之前已经有人问过了，我也回答过了。你如果重复缴交，当然岛民就会 dash 1 dash 2 dash 3嘛。那助教当然就是用你最新的版本下去评分。这我们之前都已经回答过了。好，
那我们讲到这边，先休息10分钟再回来。
喂喂，诶，我画面这里显示是有的嘞，因为我这边有收到声音啊。有还是没有？线上有声音了。好 ，OK， 好，谢谢。那我们再回来哦。可能刚刚那个无线接收器当掉还是怎么样？好，来，好，所以呢，就是 OK， 就这样子。好，那我们需要一些几率的一个表达形式。好，那我们之前就已经有讲过嘛。每当我们在遇到 continuous variable 的时候呢，我们最喜欢的好朋友就是 Gaussian。所以呢，我们等一下会利用 Gaussian distribution 来去定义 transition probability 跟 observation probability。好，所以比如说呢，他说下一个状态xt 加一 must be a linear function of the current state xt plus some Gaussian noise， 也就是说，我下一个时间点的 x 的 x 坐标上的位置，跟前一个时间点的 x 坐标的位置彼此之间是一个高循的关系啊。那所以说，假设我们现在只考虑这只鸟的 x 坐标，好，那假设呢，我从这个时间点到下个时间点呢，中间呢经过了 delta 这么多个时间，好，那我的这个我的新的位置啊 xt 加 delta 就会等于是我原本的位置 xt 加上我的速度乘上 delta， 就速度乘时间，就是我的位移嘛。啊，我在 x 方向上面的速度分量乘上我移动的时间 delta， 就是我的位移。我的位移再加上我原本的位置，那我就得到新的位置嘛，对不对？啊，这个没有问题。那底下这个数学式子呢，我在上面的文字啊，我这里画底线呢，就等于是在这个数学式里面的上面打一个点是一样的意思啊。因为我在这个泡沫里面，我如果打那个点很难打啊，所以我用底线来表达，所以大家知道这是同样的意思就对了。好，所以呢，这个几率啊，我们你在 t 这个时间点，你的位置在小 xt。你的速度呢是小 xt 一点，给定 t 这个时间点的位置跟速度，你到了 t 加 delta 啊，也可以说 你 delta 等于1，这是 t 加1啊。你在你在 t 加 delta 这个时间点，你的位置绘制在小 xt 加 delta 的几率，我们把它表达成一个 Gaussian distribution。你可以想象说，如果今天这个小 xt 加 delta 离小 xt 很远的话，那这个几率就低嘛，对不对？好，就好像说，我现在在这个时间点，我是在这个位置，我到了下一个时间点，有很高的几率都应该就是在我这个周围附近嘛，而不会突然就跑到外面很远100公尺外的大马路嘛。所以100公尺外的大马路离我现在这个位置很远的话，我出现在下一个时间点出现在那边的几率就很低嘛。但是如果我的下一个时间点的位置离我现在这里很近的话，那我出现在那个比较近的邻居的位置几率就很高嘛。这件事情用这个Gaussian distribution 来表达，这样可以哈？听懂哈？好，那所以说呢，光 x 坐标 x 的位置来讲，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关系呢画成这样的一个贝氏网路啊，就是说 xt 加1在 x 就是说 xti 这个 x 坐标啊，它跟谁有关？它跟我前一刻的 x 坐标有关，也跟前一刻的在 x 方向的它的速度有关，所以它 depends on 这一个跟这一个。好，所以说呢，我在 t 加1这个时间点呢，我的 x 坐标可能是这个，然后我观察到的，这是 z_t 加1，就是我观察到的，所以上面这个都是我的 state variable、hidden variable，
底下这个 Z 呢，就是我的观察到的这个 observe， 我的 evidence， 我观察到的你的这个 X 的位置在哪里？这样。好，那为什么我们喜欢高悬呢？是因为啊，我们在做了如果你的这些几率的运作，你都假设它是高悬的话，你在经过很多的运算呢，结果还会是高悬。比如说，我们来看 ，if the current distribution probability ST given 一到 t， 这在干嘛 ？filtering 嘛，对不对？我们现在耳熟能详的，我们现在熟了，对不对？啊，以后有学过这个的话呢，你看到这种东西，你就不会怕啊，你还可以拿出去唬人，说啊，你看我这数学多好啊，写这样子我都不会怕啊。好，这就是一个 filtering 嘛。那我们假设它是一个高悬，就给定这个 filtering 的这个 forward message 啊，它是一个，因为不要忘记现在的这些 x 都是 continuous variable， 好，所以它是 continuous 的，所以我们假设它是一个高悬。transition model 呢，假设也是一个高悬，也就是说我在 t 这个时间点在这个位置，我到了 t 加1也是在这个位置。好，那我们来把之前曾经运算过的东西，我们稍微算一下。One step prediction 有吗？之前做过吗？就是给定1到 t 的 evidence， 我去预估 t 加1的 state 这个几率，可以吗？这个几率呢，你就可以把它写成是之前我们写过的。用贝氏定理有没有把它倒装改写，然后经过改写之后就会长这样啊？只不过之前在离散的状态是用 summation 相加的，现在是 continuous variable， 所以这里用积分的，所以它就可以写成是这个是什么？这个就是1到 t 的 filtering 的几率乘上我在 t 变成 t 加1的几率。这个我们已经会啦。好，那如果我们刚刚讲说，这是一个高悬，这个也是 transition probability 也是一个高悬，两个高悬相乘积分起来，它还是一个高悬，这数据上可以证啊。等一下我们会有更细部的这个介绍。好，所以这个 one step prediction 还是一个高悬呢。那接下来我的 sensor model 假设也是一个高悬，也就是说，如果我的在 t 加1的状态是 x 的话，不对，我在 t 加1这个时间点的状态是 x 加1，那么我的 observation 是1t 加1的几率也是一个高悬的话，那这个就是什么 filtering？ 这个 filtering 的几率呢，就可以改写用贝氏定理改写成这样子嘛。这个是在做 one step prediction， 这个呢是observation 就是 sensor model， 这两个几率都是高悬，乘起来之后它还是高悬，所以讲半天就是要告诉你说，你只要这些 transition probability、observation probability， 然后这个 filtering 原本的 filtering 的几率都是高悬的话，你下一个时间点的 filtering 的结果也是一个高悬，这样好，所以这些 forward message 就都是高悬，都是高悬。好，那接下来我们来举一个实际的例子啊，一个 simple one-dimensional example 假设呢，我现在就是一个 step variable xt， 那我的 observation 就是 zt， 好，那他这里说你有什么样子的例子对比到现实生活当中有什么样的例子，就是对比较到这样子呢？这个东西呢，这个设定呢，就是比如说消费者信心指数，好，那消费者信心指数，随着时间会进行变动嘛，好，那你实际上这个国家的消费者信心指数有一个实际的一个值，那个值是多少？其实 exactly 是多少？其实你并不知道。那你每个月可能都要去发问卷，然后根据一些经济的数据什么什么等等这些去算出来一个这个月的消费者信心指数嘛。所以算出来的那个就是 evidence， 就是 ZT， 而实际隐藏在背后可能没有任何人知道的标准答案是 XT， 是这样子啊。那假设呢，你根据现有的经济数据跟问卷的结果
算出 ZT 这件事情，这个 observation probability 是高选，然后呢，消费者物价指数的变动也是高选。好，来，那我们来看，在0这个时间点呢，probability x0的几率，就是说这是一个天生这个 random variable 它是 x0的几率呢，我们假设是一个高选，所以写成这样啊，这里写阿尔法乘上 exponential 负1/2什么巴拉巴拉巴拉，大家知道说高选涨的形式会是什么？有一个什么什么2倍的 sigma 分之多少，再乘上 exponential 什么什么多少，这种，现在在前面的那些都一律写成阿尔法，反正就是正比于一个什么一个常数就对了啦。那重点是要看后面的这个啊，你如果已经忘记高选的 formulation 的话，你就要回去自己翻书哦。简单来讲，这是什么意思啊？这个意思就是说，我现在是一个以 μ0 为中心的一个高兴 distribution。如果你的 x0 离 μ0 越远的话，你这里的括号里面的数字是不是就越大？对吧 ？x0 离 μ0 越远，这整个括号里面的数字就越大。你前面再乘负1/2就会怎么样？负很大，对不对？负的比较多，然后你 exponential 负比较多次方，代表这整个数值就比较小，可以吧？好，简单来讲呢，翻译成白话就是说，如果你今天 x0的数值离平均很远，发生的几率是很低的，合理吧？合理吧？啊，这个是高选的状况嘛。好，那我们现在假设 transition probability， 你从 xt 会变到 xt 加1的这个 transition probability 也是一个高选。这个高选怎么定义呢？就是你看仔细看一下这个指数的部分就好了，就是 xt 加1减上 xt 的平方除上 sigma x 的平方，这什么意思啊？就是说连续2个时间点 t 跟 t 加1的这个状态，如果 t 加1的状态 xt 加1离 xt 很远，这件事情出现的几率是很低的。隐含的意义就是说，我们通常相信相邻的时间点的状态其实不会变太多。如果变很多，有没有可能变很多？有可能，但是几率很低。绝大部分的情况之下，可能是变一点点这样这个就是 transition probability。然后再来 sensor model observation probability， 就是我真正的状态是 xt， 那我观察到 zt， 这个呢也假定它是一个高选，设定成这样。指数的部分就是 zt 减 st 的平方这个又很好解释嘛，对不对？我真正的状态是在这个地方 xt， 那我的 zt 离它很远的几率是很低的等于说我还蛮相信我的观测的值的，相对来讲我比较相信我观测的值就说哥吉拉现在离我100公尺，那我的 sensor 也有蛮高的几率会 sense 到它离我100公尺，而不是1000公尺。OK， 好了，那有了这些基本设定之后，我们又要来走一次。好 ，one step prediction。好了 ，one step prediction 呢 ，probability s1 就等于是 probability s0 乘上 从 probability s0 given s0 会跳到 s1 的几率嘛。这个我们都已经做过很多次了。那就把刚刚这个东西带进来，把这东西带进来，这个会算吧？exponential 相乘等于指数相加然后就变成是积分负无限大到无限大积这一坨嘛，可以吧？好，那这个呢，这个东西probability s1， 我们现在来做一个整理。你仔细看一下这个指数的部分，我们现在是针对x0 进行积分你会发现那个指数的部分，这个指数的部分其实它是一个以 s0 为变数的一个2次式 quadratic equation，
这是一个二次式嘛，你把这个整理，这是一个二次式，也就是说它可以整理成 AS0 平方加上 BS0 加 C， 这是一个二次式，国中就学过了，对吧？可以吧？好，所以它的指数的部分其实是一个以 S0 为变数的一个二次式。那大家知道二次式的解，你可以用公式解嘛，对不对？如果你今天二次式 AS0 加上 BS0 加 C， 它的根怎么求？公式解告诉我们，就是 2a 分之负 b 正负根号 b 平方减 4ac 嘛，对不对？背过吧，对不对？你背过这个吧？你一定背过。好，那你现在呢？一样嘛，就是 2a 分之负 b 正负根号 b 平方减 4ac 啊。然后呢，你把跟 S0 有关的留在这个积分里面，把跟 S0 无关的提出来，可以吧？啊，有兴趣你要自己去算，我们只讲大概念。啊，然后呢，你就会发现，你这里面跟 S0 有关的东西积起来等于1嘛。大家知道高轩 distribution， 你如果从负无限大到积到无限大，高轩 distribution 底下的面积积起来等于1嘛。可以吧？这如果不知道我在讲什么呢，你就要自己回去复习微积分啊，跟统计啊。总而言之呢，这个积起来等于1，所以呢，就只剩下谁？只剩下阿尔法乘上 exponential 负2分之1 c 减 4a 分之 b 平方这个东西。你再把对应的 a 跟 b 应该是多少？这里刚刚这个所整理出来的带回来，整理之后就变成这样。probability S1 就等于是这个东西，好，就这个东西。好，所以这个就是 one step prediction 的结果，它依旧是一个高选，而且你可以明显的看到，这个高选就是什么？你 S1 如果离 μ0 越远，几率就越低，还是那一套讲法，对不对？好，那有了 S1 之后呢，接下来我们要算另外一个 probability S1 given Z1， 这个是什么？这个就是 filtering 嘛，就是我到了第一这个时间点，我观察到了 Z1。我现在要来估算 X1 的几率，这个就是 filtering 啊。那我们就说过，这个 filtering 你根据贝氏定理就可以写出，倒过来就变成 probability S1 乘到 probability Z1 given S1 嘛。所以我们刚刚这边算半天，算那么辛苦，这个就是带到这里来嘛。然后这个呢，这个就是我们刚刚已经定义好的，这个是 sensor model 嘛，在哪里？在这里嘛。都把它带进来，整理一下，变成这样，哇，好过瘾啊，对不对？看起来好厉害啊，这一坨就变成这样。事实上，这个也一样是一个高选嘛 ，probability S1 given Z1， 对不对？等于说我到了第一这个时间点，我在做 filtering 的结果也一样是一个高选嘛，对吧？好。那这个看起来有一点可怕，但是你仔细看啊，这个其实就是 X1 减掉这一坨，相当于是我新的，这目前这形成一个新的高选，对不对？我这一坨，我新的高选的平均就是这个，我新的变异数就是这个，所以仔细写下来。新的一个时间点 t+1这个时间点的新的 μ， 就是你这个经过观察到 Z1 之后，你 update 过后的新的高选的平均长得像这个样子，新的时间点的变异数长得像这个样子。OK， 好，那这里举一个例子，就是说如果本来呢，这个在第0个时间点的时候，我的高选是以0为中心点，那我以我的 probability S0 就是这样的一个高选 distribution。好，那第一个时间的 probability S1 呢是这样子的一个高选 distribution， 你可以对比一下 probability S0 长这样。probability S1 长这样，好，那它对应的值呢？我们等一下会看到。好，我们等一下再回过头来看这张图。好，
那我们主要是要讲这件事。我们经由观察到 z 新的 z， 我去 update 的这个 mu 会有什么样的特性呢？ We can interpret the calculation of the new mean mu t 加1，它可以视为是一个 weighted mean of the new observation z t 加1跟你原本的 mean mu t， 也就是说，你看分子的部分，其实新的高选的平均就是我旧的高选的平均跟我的观测值的一个加权平均的意思，加权平均的意思。好，那仔细看。If the observation is unreliable， 如果你今天你的观测值不稳定，代表你的 sigma z 平方是比较大的，你的观测比较不稳定。假设你今天不太相信你这个雷达，你的这个雷达就是它的观测不太稳定，所以它的变异数就高嘛。所以呢，如果你今天你的观测比较不稳定，你这个 sigma z 平方比较大，那就代表说。我在进行这个新的 mu t 加1的计算的时候，我比较相信谁？我比较相信旧的平均，很有道理吧？有没有道理？如果我对于我新观测到的这个值的把握没那么高，那我是不是要多听听旧的平均讲的话？那这个就表现在这里啊，所以这数学就这个意思。好，然后再来，如果旧的平均是 unreliable， 如果旧的情况之下，你某种情况下你知道旧的比较不 reliable， 那 sigma t 就比较大。好，你要么是旧的不 reliable， 要么是说呢，你的整个 process 呢是 highly unpredictable， 好，它是不可预估性、不可预测性是很高的。所以说你从xt 变成 xt 加1，这中间的可预测性是很低的。好 ，highly unpredictable， 所以你 sigma x 是比较大，所以你要么就是说，如果是这两种状况的话。那么你就要多听听你新观测到的值，对不对？好，所以你可以讲嘛，就是说，如果根据过去的经验，那之前的这个预估好像都没有很准，那我现在就要多听听我新观测到的值嘛，所以这个数学是你要这样子去理解它。OK， 好，这是第一个，从这个数值可以来看。大家在看数学的时候，你就是要这样子看，不要先被这个东西吓到。事实上，在里面都蕴藏着道理的，而且是很合乎道理的。那像看右边这个值，你新的时间点的变异数，你仔细看一下，它没有牵涉到 zt 加1，也就是说，它没有牵涉到我新的观测的值，所以这里就讲到说。你新的 variance sigma t 加1平方 is independent of the observation， 它完全都跟新观测到的值无关，所以这就代表什么？代表这些东西我们可能先算好，如果我有某种机制，我去评估 sigma t、sigma x、sigma z 的话，那我事实上可以事先算好，带入不同的 t， 我就可以把不同的 t 的这个 sigma 全部都算完了。比如说根据过去的经验，我这一台潜水艇的那个雷达，我的这个 observation 的这个 variance 大概就是多大不管你是 sense 哥吉拉还是 sense 什么另外一台潜艇还是怎么样你的 sigma z 就是固定的嘛好，那第三点 ，the sequence of variance values converge quickly。事实上呢，这个值呢是很快会 converge 到某一个固定的值的。好，那所以回到这里来，这个例子，他说，我一开始呢 ，mu 从零设定成0出发 ，sigma 0等于1，然后呢，
我的 transition noise given by sigma x 设定成2，sigma z 设定成1。好，那这个是，所以一开始的 probability estimate 长这样。那如果说我完全没有没有新的观测，那么我的 probability s1 是长这样。可是现在他告诉我们了，我到了第1这个时间点的时候，我观测到 z1 等于 2.5， 所以这个时候呢，我就要去 update， 给定 z1 等于 2.5 的情况之下，我的 x1 的几率就应该会 update 变成是这个虚线的这个高悬。有没有发现，它整个本来应该是以0为中心的，现在被整个往右拉？为什么被往右拉？因为我已经看到了嘛，我看到了 z1 在这里，这是我的观测值嘛。那我就根据这个 z1 的这个观测值，我就估算我的 x1 就应该要很接近在 2.5 附近啊，对不对？很接近 2.5 啊，所以你可以看到我新的高悬的最高点是非常接近 z1 的。事实上，我的这个最高峰呢，大概在 z1 的左边一点点啊。那为什么会左边一点点，而不是刚好在 z1？ 因为你毕竟你新的那个平均啊，你还是要有一点参考到以前旧的这一个高悬的平均在这里嘛。所以这里的最高峰你这样拉下来，会比 z1 稍微左边一点点，原因就在这里嘛，这个式子嘛。所以我现在这个 z 是 2.5。我其实已经很听他的话了，我把整个高悬的高峰都已经快要拉到 2.5 那一边了，我非常听他的话啊。OK， 所以这个就是我整个 update 过后，好，所以他说呢 ，the mean of the posterior distribution is slightly to the left of the observation z1 because the mean is a weighted average。OK， 好，那这个就是one dimensional example。OK， 好。讲到这边可以吗？好，所以从 common filter， 我们这一段在讲 common filter， 等一下呢，我们就应该会很快要把这一章结束。common filter 跟 hidden Markov model 最重要的差别在于什么？ common filter 在处理的是 continuous variable，continuous 的 variable。OK， 好，讲到这边有没有什么问题？又在问作业2，把第一步，再开始说明，真正重新设定不直接用这个，是可以接受的吗？可以的，可以的。所以说呢，你如果有，反正你有你自己的想法，好，本来呢，我们的第3个小题就是要让大家好好自我发挥嘛。如果你有一个这样的想法，可以，那但是你就是在报告里面写清楚说你是这么做的。然后你认为这样子做有比较好，或者怎么样？好，这是可以的。好，第3个作业，第3个小题就是给大家多一点弹性发挥空间用的。好，在场有没有问题？没有的话，我们就再休息10分钟再回来咯。好。我们讲一下通关密语好了，都一直忘记讲通关密语，随便乱讲，3579好了。
说明的事情。就是刚刚说如果有改其他东西的话，可以啊，你可以加。其实就写在注解，不用特别写一个。嗯。啊，你的问题跟刚刚的问题一样，就是，应该是不用写报告，因为我们没有要求大家写报告嘛。你也许你程式注解里面有写就可以了。
好，来，我们要回来咯。哎，刚刚因为那个先讲完，下课再讲通关密语嘛，所以现在再讲一次。啊，第一个通关密语是3579。好，好，来，那赶快来把这一个结束掉。好，那 common filter 呢，我们刚刚已经讲完了一维的 case 啊。那事实上呢，你可以想象得到说，我可能是
我可能要用好多个continuous random variable 才表达一个状态。好，那这也没有关系，因为本来呢，我们知道Gaussian distribution， 你就只有一个 random variable 的Gaussian distribution， 或者说你是在高维度的Gaussian distribution。所以就像刚刚这个例子的一开头，我们讲说要表达一只鸟在深夜当中丛林的飞翔，它包含了 XYZ， 还有它在 XYZ 的位置以及 XYZ 方向的这个移动的速度，所以总共是6个 continuous variable， 你可以表达成一个6维的高选。OK， 好，那在数学上呢，它其实就是 multivariate Gaussian 的意思啦。好，那一个 multivariate Gaussian 呢，它的标准形式就是写成这个样子。好，这个什么 x 减 mu 的 transpose 乘上 s 减 mu， 然后再乘上什么sigma 的 inverse， 这个东西其实就是因为它有6维，它是一个高维的向量嘛，所以呢，你可以把它想象成这个 x 减 mu 的 transpose 乘上 s 减 mu， 它的概念等同于这里的 z1 减 s1 的平方的意思啦。好，在实数里面你是做两者相减取平方，那你如果是向量的话，就是向量做内积啦。好，然后呢，这一维的 case 里面，它有除上 sigma z 的平方，在高维的矩阵里面，它其实就是去乘上 sigma 的 inverse， 它的反矩阵的意思。OK， 好，那这个应该是在以前其他的数学课有讲过的事情。好啦，那现在呢，一样，当我们碰到高维的 case 的时候，我们一样去定义高维的这个Gaussian transition probability probability SI given ST， 我可以把它定义成是一个高维的Gaussian distribution。然后呢，这个就是 sensor model 嘛 ，observation probability， 给定 XT ZT 出现的几率，又是另外一个高维的这个Gaussian distribution。好，那其中 F 跟 sigma，F 代表的是linear transition model 的 transition 的 matrix， 然后呢 sigma x 呢就是它的 noise 的 variance。好，那 H 跟 sigma z 就是有对应到 sensor model 这样。好啦，那其实整个推导的过程呢，都跟一维的情况一样，但是我们当然细部的推导就不推了。好，我们直接告诉大家答案 ，mu t 就你怎么去 update 出 mu t 呢？就变成是这个样子。好，那这一坨看起来很恐怖的东西，其实就等同于是这个。我们刚刚已经推算过一次了，只不过这是一维的 case。你如果是高维的话呢，就变成是这样。所以新的高维的Gaussian，它的平均向量就等于是你原本前一个时间的这个平均向量乘上一个 matrix， 加上我新的 observation 跟我旧的平均经过某一些处理之后的这个 difference， 再乘上 kt， 这样这是得到的 mu t 加一sigma t 加一就长这样。那其中这个 kt 加一呢，长这么丑跟火星文一样，长这么丑，就这样。好，那这个 k 加一呢，就是所谓的 common gain matrix， 就是一个 gain matrix。好，看起来很恐怖，但是呢，其实你仔细看，它还是有它的道理的。比如说，我们要 update 这个新的高维的这个Gaussian的平 mu。我们有2个 term， 一个就是旧的Gaussian的 mu， 它其实是 f 乘上 mu t， 它是什么呢？它是 predicted state at t 加一。我根据原本旧的 mu t 去预估 mu t 加一的结果。好，那 hf mu t 呢是这个就是你预估出来你会观察到的 observation 是什么？好，所以这是预估出来的 observation。那这个呢 ，zt 加一呢是真正的 observation， 所以真的 observation 减掉你预估出来的 observation， 括号里面的数值是什么意义？就是你的预估的误差，你预估的误差。好，那你这个预估的误差会乘上 kt 加一。
好 ，KT 加一，这个是用来修正你预估出来的 state， 因为 F 乘 mu t 就是预估出来的 state。好，你预估出来的 state 加上你的修正的值，就得到了你新的 state， 你新的 mu t 加一。好，所以说这个 KT 加一呢，就是决定它是一个衡量你到底要多么注重你的预估的误差的一个矩阵。好，所以这个 KT 加一呢 is a measure of how seriously to take the new observation relative to the prediction。好 ，OK， 所以这个就是common gain matrix 的这个核心的概念。好，那底下呢，我们直接看图来看一个例子。好，这个是一个相对用比较简单的例子来表达哈。这个星星打星号的是我的观测值，好，然后实际的这个物体的移动呢是这个方框的这个，所以它实际上是这么移动的，这样。然后呢，我在每一个对应的时间，我会观测到说，比如说这个时间点我观测到它在这里，这个时间点我观测到在这里，这个时间点观测到这里，这个时间点观测到这里，以此类推。好。那最笨的一个方法就是说，我把我的观测值呢用一条直线，两点画出来。那所以我的虚线，不对，我如果是只看这些打星星的话呢，它就会这样上下跳动这样。那我如果是根据 common filter 我去做 smoothing， 我不仅可以做 common filtering， 我也可以去做 common smoothing 嘛。因为 smoothing 就只是我看完的总共 t 个时间点的 evidence， 我去推算过去的时间，这叫 smoothing 嘛，对不对？你如果做 smooth 呢，你得到的曲线会是这个虚线的这个曲线，其实已经有一点像我实际的这个移动的曲线了，这样 ，OK， 好，那这个是。我看一下，怎么结束的？看一下，好，这个就是说，我修饰的15A true trajectory a series of noise and along with the the filtering process does a good job. Quickly. 看错了，对不起，这个是 filtering 啊，这是 filtering， 难怪我觉得怪怪的。filtering 好，那这 filtering 呢，就是说我每一个时间点呢，比如说到了这个时间点，我就是根据我过去所观察到的这几个 observation 去推算我这个时间点的最有可能的 state 状态是怎么样。那我 filtering 的结果呢就是这样，那感觉效果还没有很好，但是我们依旧可以观察到几件事。这里的这个每一个椭圆代表的就是我观察到目前为止，我的这个我新 update 的这个高选，我的 covariance 是多少？这个圈圈越大，就代表我这个 variance 就越大。这样，好，我们可以看到说呢，随着时间的增加，我这个圈圈其实是椭圆的圈圈，其实是越来越小的啦。好，有这样的一个趋势啊。那这边在做 filtering， 那如果是做 smoothing 呢 ？smoothing 的话，我的 smooth 之后的结果就是这么平滑。common smoothing 的话是这么平滑，那我实际的移动是这个实线的这一个，这样，好，那这个就是 common filtering、common smoothing 的一个应用。那 common filtering 呢，它其实被广泛的应用在，你知道我们现在在做物件的辨识，然后在做物件的追踪。common filtering 主要是用在做物件的追踪，它是在过去几十年来最常用于做物件追踪的一个方法。最耳熟能详的也是这个，但这最后结尾这里呢，他告诉你说，其实呢 ，common filtering 的这个做法呢，不只是可以用在物件追踪 （motion 的追踪），只要是任意的物理状态，或者说任意的数值的状态的追踪，你都可以利用 common filtering。
好，比如说好多人喜欢做这个股票的指数的预估啊，你也可以用 Common Filter 告诉你过去100天大盘指数的变动，你要去预估今天最有可能的指数是多少，或者去预估明天可能的指数变动是多少，你可以用 Common Filter。OK， 所以不见得一定是在做什么视觉里面的物件追踪，你可以去做任何的物理状态比如说温度的变动的追踪或者是什么 whatever， 而且可以是高维度的，不见得是只有一个维度。像刚刚讲股票指数只是一个数值一个维度温度只是一个维度，你也可以说是一个3D 空间当中的某一个它的，比如说它的移动的速度跟它的移动的位置，这些都可以这是 common filtering。OK， 那这算是经典中的经典。好，回顾一下，为什么讲到 common filtering 呢？因为事实上 filtering 已经是 influence over time 的一个重要的一个 process， 在做 filtering， 就是告诉你过去这一段时间的 evidence， 你去预估当下各种状态的几率，这件事情就叫做 filtering。好，那今天如果你的 random variable 是离散的，那你就是可以 model 成 hidden Markov model。如果是连续的，你就可以用 common filtering 来进行描述。OK， 好，所以你如果在其他的课程或其他的领域，你可能有学过 hidden Markov model， 你可能有学过 common filtering， 你觉得这两个是八竿子打不着的东西，可是事实上它是在同一个体系底下的。我希望大家可以感受到这一点。事实上，当我在准备这门课程之前，我也不知道原来这两个东西是一样的逻辑，一样的哲学。OK， 好，我希望大家有领略到这一点。好 ，OK， 所以这里呢就完成了我们第14章。好，讲到这边有没有什么问题？第14章这边呢，我觉得大概会是我们这个学期投影片看起来最恐怖的，再来就不会了，再来就没那么恐怖了。好，有没有问题？没有问题的话，我们讲一下第2个通关密语好了，随便乱讲，1913好了，1913，就叫自己要记得，因为我讲过我就忘记了好，来，那我们开始进入第19章14章讲完之后呢，我们就进入第19章 ，Learning from examples。我们又再回顾一下我们的上这门课，在第1堂课的时候我们就说过了嘛，整个 AI 的发展呢。大家可以从过去这几十年来 Turing Award 的得主的一路的得主的过程来看嘛，对不对？所以当我们在讲到这个什么贝氏网络的时候，大家还记得吗？对应的学者就是 Judy Pro 嘛，对不对？当时我们讲到说他在1980年代、1990年代就提出了这个 probability reasoning 后来在2000年初期他就得到 Turing Award 嘛。好，所以我们走到上面那一章为止，我们大概已经走到1990年代了。接下来我们要进入2000年代，2000年。好，2000年代呢，当时最重要的一个进展就是 machine learning。machine learning 开始来了那所以我们在第19章呢，要开始先介绍一些比较简单的 machine learning 的一个从资料里面自己去学一些模型。附带一提。刚刚前面讲的 hidden Markov model， 我们其实有好大一块没有讲，也是最厉害、最精华、很强的一段，就是那些几率是怎么学的这件事情呢，也许之后会有机会会提到好，但是我们现在直接到第19章，但也回顾到第2章吧。第1章我们在讲历史，在聊天嘛。第2章我们是不是跟大家介绍 agent， 对不对？从最简单的什么 reflex agent 到后来是 model based agent， 到后来 goal based agent， 大家还记得再来是什么吗？ learning based agent， learning 的 agent。好，
我们现在进入到 learning agent 了。好，我们说一个 agent 它具备学习的能力，代表什么意思呢？它可以 improve its performance on future task after making observation about the world。它可以根据新看到的，它可以根据它实际世界当中的取得的资料来去提升它的效能。所以某种程度来讲，在之前的这一大段贝氏网络，它其实拥有这样的一个能力。好，随着你看到的 observation 越多，它提升它的效能。OK， 那我们底下要讲的是说呢，假设我们可以收集一大堆data， 那这些 data 就是 input 跟 output 的配对啊。当我给第一个什么样的 input， 它对应到什么样的 output 的话呢，我们希望能够去学一个函式，学一个 function， 能够去表达 input 跟 output 之间的关系。OK， 那我们为什么希望我们开发的 agent 要有学习能力呢？啊，有几种原因。第一个就是你的这个系统的设计者呢，无法预估所有可能的答案。有的时候呢，无法预估所有的可能的状况啊，有些状况你从来没有设想过，但它如果发生了，你就不 work。第二个，系统的设计者呢，无法预估随着时间的变动，你本来设计它是这个样子，但是随着时间的演变，状态可能会改。啊，比如说我们曾经说过那个什么，什么脑膜炎的那个例子，对不对？随着时间演变，突然大流行了，那你要如何有办法啊，去随着新的资讯来进行更动，模型的更动？第三点，有的时候啊，我们人在写程式、在 implement 这些系统的时候，根本就不知道如何把一些逻辑、把一些概念写进程式里面去，根本就不知道怎么写。好，所以呢，我们接下来呢，要先从 learning from example 里面的最基础、最常见的一种做法，就是 supervised learning。啊，我想这边呢，我们反而好像可以讲的比较快，因为大家以现在这个年代来讲，大家搞不好更熟悉。所以呢，我们所谓的监督式学习，就是说，我们可以已经先收集好一堆的训练资料，啊，那种可能有 N 组资料，每一组资料呢，就是有一个 input 跟它对应的 output， 啊，所以 S1 是 input， 啊 ，Y1 是 output， 我有一大堆 input 跟 output 之间对应的资料，那我们就想要去学一个 function f， 使得我丢入一个 x 给它之后呢，它可以根据我的这些训练资料里面的这个关系啊，我学到一个 function f 来描述这个关系。那未来我丢入一个 x， 它可以帮我吐出一个适当的 y， 这样。好，这是数学上概念上是这样，它背后隐藏着一个 function f 啊，但实际上呢，这个常常这个 f 我们是不知道的，所以我们只能够用一些数学的方式，或者用一些比如说类神经网络的方式，想办法去 approximate 这个 function f。我们能够 approximate 出来的最好的那个 function 呢，我们叫它 h。啊，就好像说，假设我想要描述，比如说猫好了，全世界的猫，你知不知道，在全地球上所有的猫为什么会长这个样子？它背后的function长什么样子？你不知道，你不会知道，没有人知道，没有人知道。在地球上的所有的猫为什么会长这个样子？它背后的function是什么？我们不会知道的。好，但是呢，我们就想办法用一个类神经网络去造出很多很多各式各样不同的function。我们想办法呢，从里面这千万种、几亿种可能的function里面，挑出一个最适合用来描述目前全世界的这个猫的形态的。所以我们找出来的function其实是 h， 而不是背后理论上完美的那个 f。好，所以我们在真正运作都是在做这个 h。好，那这个 function h 呢，我们说它是一个 hypothesis， 它其实就是一个假设。我们可以做很多各式各样不同的 function 的假设，然后我们要从里面找到一个最好的。好 ，learning 呢 ，learning 就是一个什么过程？它是一个搜寻的过程，在所有可能的可以用来描述猫的function里面，在这广大的
搜寻空间里面去找到最好的那个function来描述猫这样子。好 ，OK。To measure the accuracy of a hypothesis， 那这个我们挑出来的这个function h 有多好呢？我们如果去测试它有多好呢？一般来讲呢，我们就给它一些测试的资料，然后就是，你现在挑好了，挑好离手，你把这个function挑好之后，接下来我就拿一些你之前不在这个 training data 里面的一些 testing data 来测试一下，这个是不是猫？我可能故意拿石头给你这个function h。然后你这个function h 如果还回答说 OK 它是猫，那你就错了嘛，所以我们基本上就会用一个 test set 来去测试我这个function挑的好不好。OK， 好，那如果这个今天呢，我的这个 output y 只是 a finite set of value， 它只是一个有限度的有限度的的数值的其中一种的话，那么这个 learning 的一个问题呢，就是一个分类问题因为它可能的 output 其实就是这 finite set one of the value in the finite set 所以比如说假设我就是全世界有100种动物 ，OK， 那我就是你随便给你一张照片，你就是要把这张照片分成这100种动物里面的某一种，这就是一个分类问题。那如果今天我要的一个 output y， 它是一个数值，那数值是无范围的嘛，从负无限大到正无限大都有可能嘛。如果这样子的话呢，你的 learning problem 呢就是一个回归的问题 ，regression 的一个 problem。好，那所以基本上就是说，我们在做 supervised learning 的时候，就是我给你一堆资料。描述这些资料，这样。那这件事情呢，在以前有一些例子我呢可能告诉你这些点的位置 ，OK， 然后你要找到一个function来描述这些点的趋势。那以这个例子来讲，我可能会找到一条直线来描述这些点的趋势，对不对？随着你的 x， 你 x 如果带入这样子的值，那你对应的 output y 就长这样了。你 x 如果带进这个值，对应的 output y 就长这样了以此类推。所以也许你可以用一条直线来妥善的描述这些资料的变动。你可能也可以用一个更高次的一个多项式、高次的曲线来描述这些资料的分布。只要呢它真的有通过这些资料的点，那就是我可以描述的所以呢，刚刚讲说，如果同样是这样子的 data， 这些1、2、3、4、5、6、7这7个点，我一样给这7个点，我也许可以用一条直线完美的来描述这7个点的位置跟它的趋势。我也许也可以用一个高次多项式来描述这个位置。那这个直线方程式是一个function嘛，这个高次的曲线也是一个function嘛，对不对？所以这2种function都可以完美的描述资料的分布，这样都可以，它都属于我在广大的 hypothesis space 里面可以应用的函式，这样。好，但是在 machine learning 里面呢，它告诉我们说通常我们会有一个原则，就是说，虽然直线也可以完美描述7个点，曲线也可以完美描述7个点，但我们有一个原则，就是所谓的 Occam's razor， 什么奥马剃刀原则。简单来讲，就是简单就是美。我们一般 prefer 最简单的形式来描述资料的趋势，用最简单的形式。所以，如果一条直线方程式跟一个曲线方程式都可以描述这些点的话，我倾向于采用直线方程式。好，有一些理由。好，比如说现在我们看到 Figure 18.1c， 这是另外一组 data。这一组 data 呢，你可以发现这7个点稍微有一点，好像隐然，你会觉得它好像 follow 一个直线线性的趋势，
可是这些点又上下有点跳动，这样。好，如果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你如果想要完美的描述这些跳动的点的话呢，你可能需要一个很高维的6次多项式的一个曲线来描述它。OK， 你可能会需要这样子啊。那你用一条直线呢，可能就无法完美的，你没有任何一条直线可以完美的通过这7个点。OK， 好。那但是啊，其实在一般的 machine learning 里面，我们可能更倾向于用一条直线，它虽然不完美，可是它更具有一般性。好，如果你用一个高次的方程式来描述这些点，虽然完美的描述它了，但是呢，当我应用到一个新的资料的时候，我在做 prediction 或者我在做classification 的时候，像这边呢，当你丢入的 x 如果在这里的话，它搞不好预估我的 y 的值在这里。可事实上，以我们的直观的趋势来讲，我会觉得说，如果我 input 的 x 在这里，我对应的 output 应该差不多在这边呢。好，那这件事情呢，其实就称呼是所谓的 overfitting 过度拟合过度拟合。所以一般来讲there is a trade-off between complex hypotheses that fit the training data well and a simpler hypothesis that may generalize well。所以一般来讲，你越复杂的function，你的描述能力越好，但是呢，你的一般性就越差。你简单的直线方程式，你的描述能力比较差，但是你的一般性比较好所以说呢，在这个 case 里面，也许我用一个2次线性方程式1次式，我的描述就够简单。那它不是完美描述，但是它的一般性比较好。但是我如果用到6次式，我虽然可以完美描述这些点，但是我的一般性很差，这样。好，那最右边这个例子呢，其实是一种妥协，它没有直线方程式那么简单，但是也没有6次式那么难。这个其实是 follow 某一个线性变动的一个 sine 的 wave 所以它其实是它长得像这样 ax 加 b 加 c sin x。事实上呢，这样子的一个函式，它也可以完美描述这7个点，而且呢，它的复杂度还没有6次方程式来的复杂。好，它刚好是介于直线方程式跟6次方程式之间，又完美描述这个 training data， 而且呢，又更具有一般性。当然了，这个是故意做出来的一个例子啦。在大部分的情况之下，我们不会那么的完美的刚好找到两者之间的妥协啦。好 ，OK， 好，所以呢，整体概念来讲 ，supervised learning 呢，其实就是要去找在广大的 hypothesis space 里面，这个 H 这个 space 里面，去找到一个最好的 H， 使得什么呢？使得这个几率最大。Given 这个 training data， 你这个 H 出现的几率是最高的。好，相当于在广大的函数的空间当中，可能有100万种函数，你会挑到表现最好的那一个。好，那这个怎么挑？这是概念嘛？那这东西怎么挑？我们现在贝氏定理又来了。这个几率我们怎么知道啊？我怎么知道给定这些资料，我到底是2次式几率最高，还是3次式，还是6次式，对不对？不知道。所以呢，贝氏定理又来了。这个东西呢，就会正比于这个东西 probability h 乘上 probability data given h。什么意思？天生这个 hypothesis 出现的几率乘上这样子的 hypothesis 会造成这样子的 data 的几率。好，那这 hypothesis 是什么呢？就是你想要去探索的那个 hypothesis space 嘛，就是比如说你可能是2次式，可能是3次式，可能是4次式，可能7次式，的polynomial 都有可能啊。好，那所以说呢，这个 probability h， 他说根据
简单就是美的一个原则。你的 polynomial 如果越简单的，它出现的几率就越高。我们越 prefer 这样子的 polynomial， 这样听懂吗？所以一次式跟二次式的 probability h， 如果你的 h 是一次式或二次式，你的 probability h 就比较大。你如果是越复杂的7次方程式，你的 probability h 就小，这样子。好，这个是关于 prior probability 事前几率的部分。好，所以 there is a trade-off between the expressiveness of a hypothesis space and the complexity of finding a good hypothesis within that space。好，你7次式，你的表达能力就会比2次式来得好，但是你7次式，你的复杂度很高，你的事前几率就很低，这样子。那我们就是要试图找到一个平衡，一个 balance， 这样。好，所以 fitting a straight line to a data is an easy computation. Fitting high polynomial is somewhat harder. 好，所以说呢，基本上就是说我们要找到一个平衡。那一般来讲，我们倾向于我们找到的这个 hypothesis 呢，能够越简单越好，这样子。好，那以上所讲的这些呢，都是一个大的一个概论跟总论。好，大的概论跟总论。好，那我们今天这样时间有点尴尬，时间不太够。好，那我们下一次呢，就会开始讲说，那我们要用 learning 的方式。我们先来从一个最简单的例子。Decision tree 大家知道吧？大家一般写程式，你要做一些判断，你就写 decision tree 嘛，对不对？事实上 ，decision tree 是可以自动学的。很多时候你在写程式说，什么如果 if x 的值小于100就怎么样，大于100我就怎么样，对不对？通常那个规则是你怎么写的？你自己写的。其实这个 decision tree 是你可能可以学的。OK， 好，那很快的讲一下这个例子。这个例子是指说我们现在走到某一家餐厅前面的时候，我们到底要不要等？要不要等？还是我就离开？好，那我有好几个条件要选择嘛。比如说这附近有没有其他替代的餐厅？这个餐厅里面有没有吧台？今天是礼拜5或礼拜6，我现在肚子饿不饿？比如说我现在肚子很饿。里面有很多人，那我就不等嘛，我就换到别家餐厅嘛，好，就这意思。那里面有没有人？里面都没有人，这店可能很糟，我算了，我不要等。里面是满的，很多人，我可能要等很久，我可能也不等，我就换这样子啊。然后呢，这家店贵不贵？外面有没有下雨？我有没有定位？然后它是什么样形式的餐厅？然后呢，我问那个里面的服务人员，我大概要等多久？好，总共有10种因素来决定，来辅助我决定我到底要不要等。那你可能就自己写程式啊，你可能就会写出一个这样的一个逻辑。好，第一个，你就先判断说里面有没有人，里面有没有人已经有没有顾客？如果里面一个顾客都没有，我觉得这个店怪怪的，可能是一个烂店啊，我就不去，我就不等。里面有一些人 ，OK， 我等。里面是满的，那你就继续往下问说，里面满，那我大概要等多久？那如果服务人员告诉你说，你要等超过1个小时哦，你说算了，我不等，对不对？如果说我要等30到60分钟，这时候我就考虑一下，我就想一下，那附近有没有替代差不多的餐厅啊？如果里面只需要等低于10分钟，那没关系啊，我就等啊，那就这样子。好，或者是说，如果要等10到30分钟，那我先决定，我先看一下我饿不饿。我如果不饿，好啦，我等啦，可以啦。我如果很饿，那我们再去看说附近有没有替代的餐厅。所以你可以根据这样的一个，在这样的一个情境之下，你可以去设计出一套你的逻辑，来决定你到底要不要等这家餐厅的空位。OK， 好，那我们下次会跟大家讲的是说，其实你可以不用自己手动去设计这些逻辑，你可以用学的。假设你已经收集到了
12笔资料，就是过去同样这一家餐厅，在这10个属性的各式各样不同的情境之下，顾客们等跟不等的状况。其中呢，这12笔资料有一些是有6笔是最后决定要等，有6笔是最后决定不等的。好，也不是这家餐厅应该是说这个区域这个区域的所有的餐厅整体而言，等跟不等的情况，我总共有12笔资料，我能不能直接根据这12笔资料来去做出自动学到一个 decision tree， 来帮助我决定我走到这个附近的时候呢，我到底要不要等进到这个餐厅里面。好，所以我这里的 training data， 我的 input 是什么？我的 input 就是这10个参数，所以我 input 是一个，你可以说是一个10维的向量。我的 output 是什么？就是我决定等或者是不等。所以我有12组 input 跟 output 的配对，然后我要自动学一个 function。目前我决定了这个 function 是一个 decision tree， 那我如何自己去学一个 decision tree 来完成这件事情，它能够最贴近这一组 training data。OK， 好，那这个就是我们也许下一个礼拜我们要讲的内容。OK， 讲到这边有没有什么问题？我们看一下 Slido 上面，大家都在问作业大家都不问课程，都在问作业。作业2如果是做自己的演算法，需要另外写报告。好，这个刚刚后来也有人解释，有同学来问了看起来助教应该是没有要求大家在你的第3个小题要写一个报告了没有要求了OK， 没有要求。好，那所以说你高兴你要写的话，你就写吧高兴你高兴要写报告，你就写报告嘛不然助教就是完全根据你的第3个小题你自己所开发出来的演算法的结果来给你一个评分啦你不用另外写一个报告解释啦所以我这里修正一下原来助教是没有要求大家要交的啦好。为了找到最大 GPA 的星球，飞船在 example 中出现瞬移，是可以的吗？可以啦，可以啦因为看起来助教是根据你最后出来的 result 是怎么样嘛step size 自己设计吗？是吧自己设计。组员有变动怎么更改名单 ？OK， 这我们刚刚一开始前面有说过，因为我们现在已经把那份线上的文件都已经 fix 住了，对不对？所以你有要改组员、要改题目的，你都要 email 给助教的信箱，不是个别的助教是一个统一的一个助教的 email account。我们应该在这里面有写吧？有没有写？我看一下，助教的 email account 在哪里？这里没写吗？公告有没有写？如果没有写，请助教帮我补充上去好了，直接就写在这个所谓的课程内容这边，你多一个这里多一个单元，就是助教的 email应该是什么 NCKU、FMCB 什么什么东西的请助教帮忙补上去。好，所以呢，你就是 email 给助教说我是编号第几组，我本来的组员是谁我现在要改成什么？这样。抽奖中奖了可以做什么有算力你就会有 Google Colab 的算力。好，我们已经要做第3次了你现在还在问这个问题好，来，好，那今天最后呢，剩下5分钟，那我们就来抽奖吧。首先，先抽现场的同学，请助教发号码牌。
好，我们还在发哈，我们还在发号码牌。怎么样？好，我们好少2个人，少2个号码牌，是不是？要记得自己最多是到几号？26。好，所以今天来的人比较多，请从1到26，对吧？确定哦？随机挑6个数字嘛。好，不可重复哦。开始。3、11、19、6、25、14。你要不要记一下？注下要不要记一下？3、11、19、6、25、14。好，那等一下呢，请这6位同学去找助教登记你的名字啊、email 啊这些东西。好，可以哈。好，再来换线上的同学咯。线上的同学，请上网填 Google 表单。好，还有通关密语。那我们这个 Google 表单应该会开到4:05吧？好 ，OK， 那我们今天就上到这边。那个号码牌要留吗？你今天自己新做的，应该不用留了啦。号码牌不用留了，你就直接拿去那个小小的纸屑啊。好，中奖的同学请去找助教啊。我上礼拜也是有中奖，就是我连中2次，然后今天还有吗？今天没有。但是我主要是就是我发现它应该都是存在那个存在媒体，但是我没有办法看，然后没有还要开学前给我才办法。就是它的，你说你不知道你的余额剩多少？这我了解。